各位朋友们，你们曾经因为各种原因不吃不喝持续了多长时间？可以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打出自己的经历。人不吃食物不喝水能活下去吗？我相信99.99%的人都会摇头，但还是那0.01%的人会告诉你，他们不吃不喝，光靠呼吸照样也能活。难道这些人是学会了光合作用吗？原来他们信仰的是一种食气论，顾名思义，空气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而咱们中国也把它称作为辟谷论。那么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是真的不用吃饭，还是只是一种臭名昭著的气功呢？那下面我们就一起从食气者身上寻找答案吧。其实一些宗教都有自己独特的戒斋文化，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比如在祭祀的时候不饮酒不吃荤，或者是不同时长的禁食规定。但是这和食气论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斋戒禁食是有终点的，那么食气者面临的则是终身禁食。食气论是一种基于神圣的印度教文本的哲学，信徒们认为人类完全可以放弃食物和水，依靠普拉纳而活。在梵文当中，普拉纳是生命力、生命之气的意思，也就是说人类只要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命力即可存活。这会儿肯定会有小伙伴觉得我是在胡说八道。很显然有很多人虔诚的信仰该理论，他们也拥护这项禁食的运动，还自称为 breatharians 食气者。话说这让我想起了武侠片，闭关修炼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再者就是修仙的传说，不吃不喝方能成仙。但是小孩子信以为真我还能勉强理解，这些成年人为何会深信不疑呢？还是真的得到了某种真传？当然最极端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完全不吃不喝，不过一些头脑清醒的食气者还是认为一个星期要摄入少量的食物，比如一块水果或者一切肉汤就足够了。他们还鼓励信徒们要学习冥想、瑜伽和呼吸，这样就可以从空气当中接受更多的普拉纳。除此之外，大多数食气者大师还认为禁食过程需要有过渡期，大约为2到3周，然后减少食量，到最后完全禁食。这听着还算科学吧，一下子绝食，恐怕大师们也遭不住啊。那如果要追溯到食气论的过去，恐怕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然而要说到真正流行开来，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一个个自称食气大师的人就像是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名叫威利·布鲁克斯的人在美国创立了食气运动，他也就是食气者的领袖。威利认为自己的前世是耶稣基督，基督能量就是生命的力量。多年来他招募了大量的追随者，举办了价格不菲的研讨会，训练呼吸大法，还美其名曰是带领信徒们追求更高级的精神层面。但仔细想来，呼吸空气这玩意儿不是零成本吗？还真是个鬼才啊。不过有意思的是，来自威利的奇葩发言，他声称麦当劳的芝士汉堡对于食气者来说是无害的，完全可以食用。更讽刺的是，威利不止一次的被人发现在公共场合吃东西，1次2次的翻车事件也预示着这位领袖的垮台。到了90年代，食气主义在舞台上又多了一位响亮的人物，那就是贾斯穆辛。他是一名澳大利亚人，本名为艾伦·格里夫。艾伦声称自己可以靠阳光和空气生存，但并不是完全不吃不喝，他偶尔还会喝点茶的。听他说完真的是要笑死人了，你都喝茶了，那直接上奶茶呗。然而接下来要讲的真的是要打脸打到死为止。关于这个艾伦，最有名的恐怕就是他参加的电视节目60分钟。节目组向他提出了挑战，他要在镜头前面展示没有水和没有食物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为此节目组还聘请了专业的医生检查艾伦的身体状况。然而节目进行了48小时之后，艾伦就表现出急性脱水和高血压的症状，他简称这是空气污染，影响到了修行。第3天，艾伦要求去山上拍摄，这样才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于是节目组又浩浩荡荡地转移阵地，但随着拍摄的进行，艾伦的体重减少了12斤，语速越来越慢，瞳孔也放大了。4天之后，艾伦承认自己体重减轻了，但表示身体感觉很轻松。医生劝他的身体已经快脱水了，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肾衰竭。但是艾伦执意继续不吃不喝，最后医生叫停了实验，再这样下去是要出人命的。于是节目组赶紧停止了拍摄。看来这位食气者也不过如此嘛，什么空气不够新鲜都是借口。更好笑的是，节目组发现了他家的冰箱里面塞满了食物，艾伦死不承认，说这些都是给丈夫和孩子准备的，自己是不会吃的。其实不管他怎么解释，节目里面的表现已经不攻自破了，难怪艾伦会被称为最荒诞的伪科学笑话肇事者。然而在美国还真的有一对食气者夫妇，不吃不喝竟然坚持了整整9年。更离谱的是，妻子在怀胎10月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中断这项计划。
丈夫名叫阿卡西，妻子名叫卡米拉。在2008年，这对夫妇结婚，后来通过朋友得知了呼吸法，便开始潜心修炼。他们先培养自己纯素食的饮食习惯，然后只吃水果，最后开始训练21天呼吸疗法。这个计划并不简单，前7天真的是不吃不喝，接下来的7天只喝一些水，到了最后7天会喝水和稀释过的果汁。9年来，这对夫妇坚信可以从大自然、宇宙等其他方式获得能量，所以不需要吃任何东西。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只依靠阳光、空气和普拉纳等物质也能活下来。而且通过这种无食物的生活方式，这对夫妇还把节省下来的钱花在旅行上面，生活变得更健康、更有意义了。妻子卡米拉曾经说过，在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练习了食气法。饥饿对她来说已经是很陌生的感觉了，她完全可以依靠呼吸生活，其余一概不吃。当被质问孩子的健康时，卡米拉很自豪地表示，孩子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其实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碰到了标题党了。不吃不喝9年，电视剧都不敢这么编吧。但是我看到了不同的新闻平台都争相报道过这对夫妇奇葩的饮食习惯，传得神乎其神。为此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能为食气者们提供专业的训练课程。我们还能够看到网站上的主页还赫然写着，这对夫妇被纽约邮报、CNN、集体进化、太阳报和雅虎新闻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呼吸治疗师，这看起来像是非常厉害的样子。据了解，这对夫妇的视频课程费用大约为200美元，如果是线下教学，那为期8天的课程费用至少为1000美元。他们还声称可以教人们通过有意识的呼吸技巧来增加更多的生命之气，从而真正成为一名食气者。不仅如此，网站上面还介绍了这对夫妇的启蒙之旅。在2002年，他们慕名来到了南美洲国家，拜访了一位非常强大的呼吸治疗师。在他的引导下，这对夫妇了解到，在南美洲有一部分人全靠呼吸获得生命之气，从而滋养身体。那刚才我提到的阿卡西和卡米拉创办的食气者培训网站，大家肯定对此也很感兴趣。课程内容是怎么安排的？真的有用吗？据了解，这对夫妇的课程当中，最热门的就是为期8天的线下课程，参加人数大概在10人左右，费用为1000到1700美元不等。确定好人数时间之后，阿卡西和卡米拉就会飞到信徒们所在的城市，上门领导他们进行闭关的活动。一位记者曾经有幸旁观了一次闭关活动，根据他的描述，那是一个6人小组的活动，4女2男，最年轻的30多岁，最年长的可能要有60来岁。据了解，这次课程的费用为1700美元，但只有2项安排。一次是在上午9点的时候，阿卡西带领参加者们进行一次引导式呼吸训练，下午5点重复进行第2次。这一天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阿卡西告诉参与者们，只要适应了食气法，他们就能看到漂浮在空气中的光能粒子。但是真的会有人看到吗？然而参与者们信就行了，每个人都认认真真的喝稀释过的果汁，然后开始为期3年的不吃不喝。记者询问了一些参与者为何要来参加食气训练课程，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想要获得身体和心理上的健康。但是也有人很直接，表示自己就是来减肥的。其中一位虔诚的参与者名叫玛丽，她的丈夫患有渐冻症，这对于他们一家来说是个天大的噩耗。走投无路的玛丽渴望有一种东西能够治愈她的内心。这时她听说成为食气者会获得治疗疾病的能量，于是她不惜花钱，全国各地的跑来跑去，跟着大师们修炼。玛丽对此深信不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自从成为了食气者，她痛经的症状神奇般的消失了。而且不仅是她的朋友本来已经被确诊为不孕症，自从食气后也成功的怀上了宝宝。只能说阿卡西和卡米拉这对夫妇很会营销自己，据说他们还联系了一家营销公司，然后又把他们的故事卖给各种报纸，所以有了我们看到的标题党新闻。不信的人自然是不相信的，但信的人就会开始追随这对夫妇，购买价格不菲的课程。咱就说这课谁不会上吧？神神叨叨的教学呼吸，又是零成本，收益简直拉满，这么能赚钱的项目，谁又肯放弃呢？那说到底，这跟邪教又有什么区别？更可气的是，有不少追随者听信了食气者大师的话，一味的不吃不喝，最后死于了肺炎、中风、严重脱水等等。其实看看艾伦参加过的节目就知道了，这些人的谎言都是不攻自破。其实很想问这些大师们，自己在背地里吃吃喝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虔诚的追随者们？他们在说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一丝好笑？自己也被自己欺骗了吗？这种也算是靠信仰赚钱的偏门项目了吧？但凡有点良知的人都不会这么做。可是在金钱面前，人性是多么的不堪一击。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食气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投币。我是正正，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